三更有梦书当枕，千里怀人月在风。大家好，这里是深夜读书，每晚陪伴你。为了可以更好的与大家互动，现在深夜读书已经在 Facebook 开设了粉丝专页，大家可以按照图片指示去添加一下。如果有什么生活上的困苦和不觉的地方，欢迎给我们留言，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变得更好。圈子不在大小，只要你喜欢，感觉轻松就好。你是不是这样一种人，待人接物非常友善，但总喜欢独来独往，平时不喜欢和别人冲突，可以妥善处理和每一个人的关系，但是大部分时间你都喜欢独处，很享受一个人的时光。如果是，你就属于友善的孤独者。对人友善是修养，独来独往是性格，两者并不冲突。独来独往并不意味着你不善于社交和表现，相反，你可以很自如地切换到侃侃而谈的模式，只是你对于在不相干的人群中表演毫无兴趣。你平时与人为善，能理解大多数人的行为，但并不去附和他们，不想被讨论，也不想去看别人的热闹。你其实很温柔，但不向每个人展露，当然也不是每个人都能读懂你的温柔，所以你只选择对少数人温柔，只对少数人热情，而其他大多数的人，你保持礼貌和理性。人性有一个基本需求，就是需要周围的人对自己有一种认同感，认同自己的状态，认同自己的成就。所以一般的人需要通过社交来展示自己，这其实也是内心不够强大的表现。而对于一个内心强大的人来说，他们已经不需要从周围的人那里获得认同感，他们更需要的是自己对自己的认同，所以他们不在外求，宁可去内求。独处就是一个人开始内求的表现。独来独往并不代表着孤单，反而这更容易让一个人放飞内心。同样的道理，在人群中热热闹闹也不代表你被认同，那只是一种喧哗。因此有句话说得好，孤独是一个人的狂欢，狂欢是一群人的孤独。还有一种人则属于外向的孤独者，人多的时候，他们对外总是表现出一副活泼开朗、善于交际的状态，并且总给大家带来各种欢乐、热情，时刻呈现出一种自信、正能量的积极印象。但每次曲终人散之后，他们就会进入到一种多愁善感的感性状态。他们在独处的时候很喜欢那种安静，但是在群体里不喜欢表达自己这一面，也不会刻意找人诉说。实际上，他们是在用嘻嘻哈哈的外在掩饰自己的孤独，故作洒脱，其实是平衡内心的寂寞。然而这些都无法救赎一个人，唯有内心强大，才是与自己与社会相处的最好姿态。我们还必须发现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，人的社交圈正在发生重大变化。传统社会由于受区域和现实条件的制约，每个人所处的圈子往往就是离自己最近的一帮人，比如同事、同行、同学、亲戚等等。而随着互联网的发达，我们的圈子不再受现实条件区域的制约，那些有共同语言、志同道合的人越来越容易聚集到一起了。尽管你们可能是完全不同的行业，甚至你们天各一方，但是同样的认知和三观使你们互相吸引。所以我们在开会或者吃饭的时候，经常发现有的人一直抱着手机聊个不停，却对面对的人视而不见。也许这并不是什么手机病，而是他对这个眼前人毫无兴趣而已。因此，当你在现实里看到一个人总是独来独往，并不意味着他没有自己的交际圈，只是你没有进入他的交际圈。尽管你们离得很近，但是你们是两个世界的人。一个社会的生产力越发达，人的独立性就越强，人与人互相干涉的情况就越少。老子在2000年前说过一句话：鸡犬之声相闻，老死不相往来。年轻的时候读不懂这句话的内涵，
以为他在描述邻里之间吵架了，所以不来往了。如今我终于明白，老子的这句话描述的是人类文明的最高境界，哪怕近在咫尺，大家也不再互相强加意志，而是可以礼貌性的交往，也完全尊重对方的不同，这就是和而不同。愿每个人都能活在自己强大的内心，活在自己喜欢的朋友圈，圈子不在大小，只要你喜欢，感觉轻松就好。好了，今天分享到这里。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，请点击订阅与分享，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，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成为更好的自己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